各位好，这里是传奇中国，我是大威。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两个非常特殊的遗址群。那为什么说它们特殊呢？这是因为在这两个遗址群里面呢，发现的器物颠覆了以往人们所知道的我国金器发展的历史。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金器文化在世界金器文化史上并不属于领先的地位。和古埃及、罗马两河流域的金器制作相比呢，在同一个时代，咱们的历史啊、工艺啊，要远远的比他们落后。但是这次这个考古发现却颠覆了这个说法。最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两个给了咱们巨大惊喜的遗址群，似乎还和一个传说当中的神秘国度有关系。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巨大的盆地，它就是四川盆地。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中国人称它为天府之国。在盆地的中部，有一个叫月亮湾的小村庄，宽阔的马木河由西向东流过，田野里生长着茂盛的作物。虽然如今的景象已经有了变化，但很多人都还记得，当年在河的南岸耸立着三个黄土堆，像三颗散落人间的星星，所以当地人叫这里三星堆。1980年，考古学家曾在三星堆进行过考古挖掘，他们认为这里也许会有古蜀国的蛛丝马迹。然而经过鉴定，这个12平方公里的遗址群建筑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20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商代。这一次对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没有太多的收获，出土的文物寥寥无几，因此人们并没有重视这片遗址。他们认为遗址的主人是一个文明程度并不很高的原始族群。但是这块神秘地域真正让人们吃惊的时刻还没有到来。1986年7月的一天，砖瓦厂的工人们到这里取土，不经意间挖出了一些晶莹的玉器。考古队立刻介入发掘，到第10天时，考古队员挖掘出了一件黄金制品。在考古现场，又经过几昼夜的发掘，宝库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是一个堆满了各种器物的大坑，里面有金器、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等400多件珍贵文物。当大量的文物修复之后展露容颜，人们更为惊讶了。大部分的文物制作工艺精良，艺术手法高超，在同时期的古文明中也堪称佼佼者。这座青铜人像是三星堆出土的最为精美的文物之一，被称为铜像之王。连底座一共有21个地位特殊的人。他是属于三星堆贵族集团里面，掌握宗教权力的那个巫师或者祭司一类人物。由于这个人他全身都用铜铸出来，我们知道他可能在这个群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让人们兴趣盎然的是这双夸张的大手，手里面肯定曾经拿着一件神奇的东西，或许是一种通灵的法器，会是什么呢？这个青铜器让人看了挺怪的啊。还有让人不解的姿势，让三星堆的文化当时在很多人眼里呢，成为了不可解释的谜语，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天外来客留下的文明。咱们再来看一个现象，如果在地图上搜索人类文明的足迹，我们就会发现玛雅文明、古希腊文明和三星堆文明，它们恰巧处在同一条横线上，也就是北纬30度左右。这只是一种巧合吗？
这神秘的文明和考古队要寻找的古蜀国有联系吗？我觉得对文物的复原和鉴定完成之后呢，这些问题应该会有答案。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文物。这些青铜雕像和面具也很让人难以琢磨，它们独特的造型散发着神秘的气息。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形象稳重庄严，很少有雕像和面具。而在古埃及和近东的古文明中，有相当多的青铜雕像和面具。从形式上看起来，这些青铜器更接近于它们。难道三星堆文明来源于西方吗？这种猜想从三星堆挖掘之初便被提出，有人甚至描绘了一条从西方通向四川盆地的地理线路，认为三星堆人是从近东或西亚地区迁徙而来，从而带来了当地的青铜技艺。他们认为，面具和雕像上反映的古人形象就是一个证据。这些青铜人物无一例外地长着特异的脸庞，凸起的眉骨，深陷的大眼睛，高耸的鼻梁，宽阔的大嘴，怎么看也不像华夏人种。但是，专家们对这种猜测予以了否定，因为面具描绘的形象未必是完全写实的。三星堆奇异的文明光环让人们折服。在当时大部分中国文明还处于青铜时代，三星堆的先人们便展示出高超的金器加工工艺，青铜文明也高度发达。可是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载，商代之后这个文明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突然消失了，与后世的文明毫无联系，且没有迁徙和战争的痕迹，可谓来无影去无踪，让人感到无比的神秘和不可思议。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毁灭了三星堆，也有人认为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举国外迁，但所有说法都没有证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三星堆的去向。一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突然家里面说，那边好像挖出很多像象牙的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像一些小玉片的一些东西，好像是跟三星堆有关系。王毅迅速安排考古所最优秀的专家立刻赶回成都。朱张毅是当天连夜赶回成都的3个人之一。当时他连金沙的具体地址都不是很清楚，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和消失的三星堆文明之间的关系。进来之后就发现当时有2条沟，那2条沟实际上一条都是埋那个雨水的，那一看，那就发现了非常多的那个玉器和到处是象牙的残渣。另外一个呢，从断面上看的话，有3到4个地点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象牙。考古队员首先把挖土机挖出来的泥土拿回去，仔细清理，没想到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机器挖起来的那个泥土里面，大量的玉器，大量的一些重要的文物，是我们过去是不可以想象的。我们过去知道，像一个考古墓葬或者遗存里面出1-2件玉器或者1-2件金器、青铜器，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令人激动的。现在这个地方不是1-2件，象牙1吨级，那些玉器都是到处都是，满地都是。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残片的金沙村，与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市相邻。然而，把金沙遗址和三星堆联系到一起的，是在发掘过程中出土的一件件文物。在最先出土的一个土坑里，密集着各种金器、
玉器、青铜器和象牙。器物堆积的虽然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某种特别的次序安排。这个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这件物品和当年在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米多的青铜大立人是多么的神似。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他们的造型如出一辙。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握着什么东西。仅仅这2个青铜立人可以看出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人们因此充满期待，在金沙也能发掘出类似三星堆文明的其他青铜器物。但是，直到今天，金沙遗址还没有发现完整的青铜人头、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难道青铜立人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吗？除了青铜立人相似之外，相距不远的2处古文明遗址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的内在联系呢？这又是一件精美的黄金制品。这块金沙出土的金箔直径12.5厘米，而厚度仅有0.02厘米。当专家小心翼翼地将金箔展平后，发现它居然没有遭受丝毫损坏，而它的图案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圆形的金箔中央是一个镂空的旋转图形，周围有4个鸟形动物。专家认定它们是一种神鸟，象征太阳。在金沙众多精美的文物中，随处可见太阳的痕迹。这个像汽车方向盘一样的器物被专家认定是太阳的造型。在三星堆的文物，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太阳和树的踪迹。这是一个青铜铸造的神坛，下面站着4个青铜小人，他们手里都拿着树枝。因此，有专家提出，大青铜像手里拿着的也应该是树枝。树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这个树枝它也是有意义的，它就是古代屈原，古代大诗人屈原，他这个楚辞里面说到的，他要折下一根太阳神树的树枝，去替太阳扫去尘埃，的这么一种行为，它是当时的宗教人士在迎送太阳的时候所要吃的一个东西。它是它的神树的树枝。树木的神圣性在另一件文物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棵高达3.84米的青铜树出土于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文物一样，树木上可以看到9只灵动活泼的鸟的形象。沿着树干逶迤爬行的是中华古文明最显著的象征——龙。铸造这么复杂的青铜树，在当年肯定花费了不少功夫。由此可见，它对于当时的古人一定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写照。很多古人类都产生过太阳崇拜，因为太阳是世界万物生命的源泉。这个像方向盘的青铜器，实际上就是对太阳的模拟，是太阳崇拜最为明显的证据。从众多文物的分析来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间的亲密联系昭然若揭。同样的符号图案，同样的信仰崇拜，在几千年之前，这应该是同一族群的人。当年，三星堆的祭祀坑让人们迷惑不解，大量的象牙、青铜器堆积在一起，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
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的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破碎成残片。这种类似从三星堆继承来的特殊仪式究竟是什么呢？如果金沙真的是三星堆文明的继续，那么为什么三星堆的人要离开故土来到金沙呢？在四川民间，从很久以前就流传着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据说古蜀国曾经出过几位国王，有擅长养蚕的蚕丛，化作杜鹃鸟的杜宇，还有一位会治理洪水的渔夫。曾有人猜测，这几位国王代表了古蜀人的几个图腾阶段。但是这些猜测一直没有找到考古学依据，直到人们细心的观察三星堆和金沙的有一个让人奇怪的区别，金沙的金带上只有三星堆金杖的一半图案，这说明了什么呢？两个极其相似的青铜立人其实也有些不同。三星堆的大铜立人的发髻是别起来的，而金沙的小铜人梳着辫子。对三星堆的研究显示，凡是头发扎成发髻的都是身份较高的祭司。人们推测，梳辫子的可能代表着世俗权力的掌控者。这个不起眼的差别暗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信息。我们就怀疑三星堆这个王国的分裂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戴辫子的和扎发髻的宗教的世俗的他们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了问题，最后发生了内部的争斗，就形成了三星堆王国的分裂。其中获得权力最大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金沙村这个遗址的主人，他们从戴发髻的那些人那里面夺得了宗教权力，并且在三星堆遗址的南面一点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邑。金带图案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一种解释。由于来到金沙的人只是三星堆居民中的一个种族，所以他们只用了图案的一半。不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金沙遗址的出土终于解开了一个巨大的疑惑。三星堆文明并没有突然毁灭，至少古蜀国的一部分人民转移到了金沙一带，延续着从前的习惯和记忆。这些神秘的先民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智慧和勇气，在刀耕火种的文明初创时代，冲破地理条件的限制，积极地和中原文化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进行交流。一种生气蓬勃的开放的文明在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上孕育生长，为后世留下了无比璀璨的文化成果。金沙呢，实际上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延续，年代晚了，因为这里面大量东西是一致的，它这个文化的内涵，我在说文化的载体，那个出处上恐怕是一致的。不过呢，它表达了一种新的时代的特点。人们相信，金沙的意义远不止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还有很多文物仍然深埋在泥土里。他们也许能够揭示金沙自身的秘密，并且为三星堆之谜找到答案。考古发掘的成就会逐步收拾起失落在人类记忆深处的残片，过去的答案总是隐藏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神秘的远古先民也许总有一天会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人类不可能活在